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听故事，长智慧，品人生。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小姐在街头算命，道士指着讨饭的小乞丐说：“他是你相公。”在南方的一座繁华古城，那儿有石板铺就的老街，有雕梁画栋的楼阁，还有那流淌着岁月痕迹的小河。古城的人们生活节奏不快，闲暇之余总爱聚在一起，听听说书人讲述那些或真或假的传奇故事。今天咱们就来讲一段发生在这座古城里的奇闻异事，说的是一位小姐在街头算命，道士却指着讨饭的小乞丐说：“他是你相公。”这事儿听起来离奇，却也有头有尾，咱们细细道来。古城里有个姓李的大户人家，家主李老爷是远近闻名的丝绸商贾，家底殷实，宅院宽敞。李老爷膝下有一独女，名叫李婉儿，长得如花似玉，性格温婉贤淑，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李婉儿年方28，正是豆蔻年华，提亲的人几乎踏破了李府的门槛。可李婉儿心中总有个念头，觉得自己的姻缘自有天数，不肯轻易许配人家。一日，李婉儿趁家中忙碌，偷得半日闲暇，独自一人漫步在古城的老街上。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上，斑驳陆离。街边的摊贩叫卖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李婉儿走走停停，东瞧瞧西看看，感受着这难得的自由时光。走着走着，李婉儿被一处算命摊吸引住了。那算命摊的主人是个道士，须发皆白，仙风道骨，面前摆着一张破旧的八卦图，旁边插着一杆写着铁口直断，算尽天机的幡子。李婉儿心中一动，心想何不算上一卦，看看自己的姻缘究竟如何。于是李婉儿上前搭话：“道长，能否为我算上一卦？”道士抬眼一看，见面前的女子气质非凡，心中已有了几分计较。他微微一笑，说道：“小姐请坐，待贫道为你细细推算。”李婉儿坐下后，道士让她报了生辰八字，然后闭目凝神，手指掐算了一番。片刻之后，道士睁开眼，眉头紧锁，似乎遇到了什么难解之谜。李婉儿见状，心中忐忑不安，问道：“道长，我的姻缘如何？”道士叹了口气，说道：“小姐的姻缘非同小可，贫道算来算去，只得出一个结果，那就是你的相公此刻就在附近，却是个讨饭的小乞丐。”李婉儿一听，顿时愣住了。她环顾四周，只见不远处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小乞丐正蜷缩在墙角，蓬头垢面，脏兮兮的，哪里像是自己的相公。李婉儿不禁哑然失笑，觉得这道士定是疯了，或是为了招揽生意故意这么说。她起身就要离开，道士却拦住了她，说道：“小姐莫急，贫道所言句句属实。你若不信，不妨走近看看，那小乞丐身上定有你熟悉的物件。”李婉儿半信半疑，犹豫片刻后，还是决定走过去看个究竟。她走到小乞丐面前，蹲下身子，仔细打量着他。小乞丐见有人靠近，吓得连连后退，眼中满是惊恐和戒备。李婉儿心中一软，从袖中掏出一块碎银子递给他，说道：“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这银子你拿去买些吃的吧。”小乞丐颤抖着手接过银子，眼中闪过一丝感激。就在这时，李婉儿无意中瞥见小乞丐手腕上戴着一只银手镯，那手镯样式古朴，上面刻着一个小小的碗字。李婉儿心中一惊，这手镯不是她幼年时丢失的那只吗？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小乞丐的手腕上？李婉儿强压下心头的震惊，问道：“你这手镯从何而来？”小乞丐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他低头看了看手镯，眼中闪过一丝迷茫，
说道：“这是我从小带在身上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李婉儿听了，心中更加疑惑。他站起身，对道士说道：“道长，这手镯确实是我丢失之物，可这也不能说明这小乞丐就是我的相公啊。”道士微微一笑，说道：“小姐莫急，贫道还有一言相告。这小乞丐虽然此刻落魄，但他命中富贵，将来必成大器。而你与他命中注定有缘，无论相隔多远，最终都会走到一起。”李婉儿听了道士的话，心中五味杂陈。她看了看小乞丐，又看了看道士，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一阵风吹过，将道士的幡子吹得猎猎作响，仿佛也在诉说着什么不可言喻的天机。李婉儿深吸一口气，决定先带小乞丐回府，再做打算。她让小乞丐跟着自己。小乞丐虽然有些害怕，但看到李婉儿温柔的眼神，还是鼓起勇气跟了上去。回到李府，李婉儿将小乞丐安顿在偏房里，又让人给他送来了吃的喝的。小乞丐狼吞虎咽地吃着，似乎很久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食物了。李婉儿看着他，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怜悯和亲切感。夜幕降临，李婉儿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她回想着道士的话，想着小乞丐手腕上的手镯，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安。她不知道自己的命运究竟会如何，更不知道这个小乞丐究竟是不是自己命中注定的相公。次日清晨，李婉儿决定去找父亲商量此事。她将小乞丐和道士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亲。李老爷听了也是大吃一惊，他看着女儿坚定的眼神，知道这事儿非同小可，不能轻易决断。李老爷沉吟片刻后说道：“婉儿，这事儿太过离奇，咱们不能轻易相信。不过这小乞丐既然与你有缘，咱们也不能不管，不如先将他留在府中，观察一段时间再说。”李婉儿听了父亲的话，觉得也有道理，便点头答应了。从此，小乞丐便在李府中住了下来。李婉儿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李福，希望他以后能有福气。李福在李府中虽然是个下人，但李婉儿待他极好，从不让他干重活累活，还教他读书写字，希望他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李福在李婉儿的教导下，渐渐变得知书达理，举止也变得文雅起来。李老爷看在眼里，心中也对他多了几分满意。然而，李婉儿却始终对李福没有那种男女之情，她觉得自己和李福之间更像是兄妹关系。正当李婉儿为自己的姻缘烦恼时，古城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北方的蛮族突然进犯，边疆告急，朝廷紧急征召兵马，抵御外敌。李老爷作为古城中的富商，被朝廷征召为后勤物资的总管，负责筹集粮草和军械。李老爷接到命令后，不敢怠慢，立即着手准备。然而，就在此时，他发现自己府中的账目出了问题，一大笔银钱不翼而飞。李老爷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这可是关乎国家大事，万一出了差错，那可是要掉脑袋的。李老爷急忙召集府中上下，严加盘问。然而问来问去，却始终没有找到银钱的下落。李老爷气得暴跳如雷，却又无可奈何。就在这时，李福站了出来，说道：“老爷，这事儿或许我能帮您解决。”李老爷看着李福，眼中闪过一丝疑惑和不信任。然而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他点了点头，说道：“好，你就去试试吧。”李福领命而去，独自一人出了府门。李婉儿看着李福远去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担忧和不安。她不知道李福究竟有何能耐，能否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然而，她也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李福能够平安归来。
却说李福出了府门后，直奔古城外的一座废弃庙宇而去。那庙宇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平日里根本无人问津。然而李福却知道那里藏着一个秘密。原来李福在来李府之前，曾在这座庙宇里住过一段时间。那时他还是个流浪儿，无依无靠，只能在这座庙宇里苟延残喘。然而就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秘密通道，通道尽头藏着一大批金银财宝。李福当时年幼无知，不懂得这些金银财宝的价值，也就没有当回事儿。如今想来，那批金银财宝或许就是解决李府账目问题的关键。李福来到庙宇前，推开破败的大门，走了进去。他轻车熟路地找到秘密通道的入口，钻了进去。经过一番摸索，他终于来到了那批金银财宝的藏身之处。看着满地的金银财宝，李福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动和喜悦。他挑选了一些银钱和珠宝，用布袋装好，然后沿着秘密通道返回了庙宇。出了庙宇后，他直奔李府而去，将银钱和珠宝交给了李老爷。李老爷看着眼前的银钱和珠宝，惊得目瞪口呆。他没想到李福竟然真的找到了解决账目问题的关键。他激动地拉着李福的手，说道：“福儿啊，你真是我的福星，这次多亏了你，不然我这颗脑袋可就保不住了。”李福憨厚地笑了笑，说道：“老爷，您太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李老爷看着李福憨厚的笑容，心中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亲切感和信任感。他拍了拍李福的肩膀，说道：“福儿啊，你以后就留在我身边吧，帮我打理府中的事务。”李福听了，心中一阵欣喜。他知道这是自己改变命运的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于是他点头答应了。然而就在此时，李婉儿却突然闯了进来。他看着李福和李老爷亲密的样子，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醋意和不满。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他径直走到李老爷面前，开门见山地说道：“爹，我听说李福找到了解决账目问题的银钱，是真的吗？”李老爷看着女儿，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他没想到这事儿这么快就传到了女儿耳朵里。他点了点头，说道：“是啊，多亏了福儿，不然我这回可真是麻烦了。”李婉儿听了，心中更加不满。她觉得李福一个讨饭的小乞丐，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本事？这其中一定有鬼。她看着李福，眼中满是怀疑和敌意。李福感受到了李婉儿的目光，心中一阵忐忑。他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让小姐如此不满。他低下头，不敢与李婉儿对视。李老爷看出了女儿的异样，问道：“婉儿，你这是怎么了？福儿可是帮了咱们大忙，你怎么这副表情？”李婉儿咬了咬嘴唇，说道：“爹，我觉得这事儿有蹊跷。李福一个讨饭的小乞丐，怎么可能知道那里有银钱？这里面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秘密。”李老爷听了，眉头微皱。他看着李婉儿，说道：“婉儿，你这是在怀疑福儿？他可是咱们府的恩人，你这么说，岂不是寒了他的心？”李婉儿见父亲如此维护李福，心中更加气恼。他说道：“爹，我不是在怀疑他，我只是觉得这事儿太巧了。而且，你看他现在的样子，哪里像是个讨饭的小乞丐？他一定是有什么目的，才故意接近咱们的。”李老爷听了女儿的话，心中也有些动摇。他看着李福，眼中闪过一丝疑虑。然而就在这时，李福却突然跪了下来，说道：“老爷，小姐，你们误会了。我确实是个讨饭的小乞丐，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欺骗你们。那批银钱是我无意间发现的，我之所以拿出来，是因为我知道咱们府上遇到了困难，我想帮帮你们。”
李福说完，抬起头，眼中满是真诚和坚定。李老爷看着李福，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他觉得李福虽然出身贫寒，但心地善良，是个难得的好孩子。然而，李婉儿却仍然不相信李福的话。他觉得李福一定是在说谎，想骗取父亲的信任。他看着李福，说道：“你说你是无意间发现的银钱，那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那里有秘密通道的？还有，你为什么会住在那座废弃的庙宇里？”李福听了李婉儿的话，心中一阵慌乱。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他确实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会知道那里有秘密通道。他低下头，沉默不语。李老爷看着李福沉默的样子，心中也有些疑惑。他看着李婉儿，说道：“婉儿，你这样逼问福儿，也不是个办法。不如这样，咱们派人去那座庙宇查查看，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李老爷听了禀报，心中大骇。他没想到这事儿竟然如此离奇。他看着李福，说道：“福儿，你看看这事儿，你怎么解释？”李老爷听了李福的话，心中更加疑惑。他看着李婉儿，说道：“婉儿，这事儿你看怎么办？”李婉儿沉吟片刻后说道：“爹，我觉得这事儿一定有蹊跷，不如咱们先派人去调查一下李福的身世，看看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什么可疑之处，然后再做打算。”李老爷听了女儿的话，觉得也有道理，于是他立即派人去调查李福的身世。经过一番调查，他们发现李福确实是个孤儿，从小无依无靠，流落街头。而且他们还在李福曾经住过的那座庙宇里找到了一些关于秘密通道和金银财宝的线索。那些线索表明，那座庙宇曾经是一个神秘组织的据点，那个秘密通道和金银财宝都是那个组织留下来的。李老爷听了禀报，心中恍然大悟。他明白了这事儿的前因后果，知道李福确实是无辜的。他看着李福，说道：“福儿啊，看来这事儿是咱们错怪你了。你放心吧，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的。”李福听了李老爷的话，心中一阵激动。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家。他跪在地上，给李老爷磕了个头，说道：“谢谢老爷，谢谢小姐，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干活，报答你们的恩情。”李老爷看着李福真诚的样子，心中十分满意。他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李福确实是个难得的好孩子。然而就在这时，李婉儿却突然说道：“爹，我觉得这事儿还没完。那个神秘组织既然留下了这么多金银财宝，那他们一定还有别的目的，咱们得小心提防才是。”李老爷听了女儿的话，心中也警觉起来。他觉得女儿说的有道理，那个神秘组织既然留下了这么多线索，那他们一定还会再出现的。于是他立即派人加强了府中的戒备，以防不测。然而尽管如此，那个神秘组织还是出现了。就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们突然袭击了李府。李老爷和李福奋力抵抗，然而无奈敌人众多，他们最终还是被俘虏了。李婉儿见势不妙，趁机逃了出去。他心中充满了愤怒和仇恨，发誓一定要救出父亲和李福，为李府报仇雪恨。李婉儿逃出去后，四处奔走求援。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一位武艺高强的侠客。那位侠客听了李婉儿的遭遇后，十分同情她的遭遇，决定出手相助。于是他们二人联手，踏上了营救李老爷和李福的征途。经过一番艰苦的战斗，他们终于打败了那个神秘组织，救出了李老爷和李福。李婉儿看着父亲和李福安然无恙，心中十分欣慰。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天意，是命运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经历了这次生死劫难后，李婉儿对李福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她发现李福虽然出身贫寒，但心地善良、勇敢无畏，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好男人。于是她决定放下身段，主动向李福表白心意。今天的第二个故事，老汉家深夜有女子声音传出，儿子的孝心让父亲丢了性命。在南方一个名叫青柳村的小村庄里，住着一户姓李的人家。这户人家有个老汉，名叫李老根，年近70，身子骨还算硬朗。李老根膝下有一独子，名叫李大山。这李大山可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对老爹那是百依百顺，村里人谁不夸他。然而这李家最近却发生了一件怪事，让人心生寒意。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李老根家的院子里总会传来一阵阵女子的低泣声，那声音哀怨缠绵，如同气血杜鹃，听得人心头直颤。起初村里人只当是风吹树叶或是哪家猫叫春，并未在意。可日子久了，那声音愈发清晰，且只在李家响起，村民们便开始私下议论纷纷。你说这李家是不是招了啥不干净的东西？王婶儿边晾衣服边对隔壁的张大爷说道：呸呸呸，可别乱说，大山那孩子孝顺得很，怎会招那不干净的东西？张大爷虽嘴上这么说，但眼神里却也透露出一丝不安。这事儿传到大山耳朵里，他心里自然也不是个滋味。他是个孝子，哪能容忍自家老爹被这等诡异之事烦扰？于是他决定一探究竟。这天夜里，月黑风高，大山悄悄起了床，手里拿着一根木棍，轻手轻脚地来到院子里。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虫鸣。他竖起耳朵，仔细聆听，果然，那女子的低泣声又从某个角落隐隐传来。大山循声而去，那声音似乎是从老爹的屋里传出来的。他壮着胆子推开门，只见老爹正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呼吸均匀，没有丝毫异样。大山心中疑惑更甚，正要转身离开，突然那女子的声音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阴冷的风，吹得他直打哆嗦。大山心中一凛，暗道：不好，定是那邪祟作怪。他握紧木棍，在屋里四处查看，却什么也没发现。正当他准备放弃时，目光无意间落在了老爹床头的一只旧木箱上。那木箱年代久远，表面已经斑驳不堪，平日里老爹宝贝得很，从不让人碰。大山心中一动，轻轻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打开木箱。只见箱内除了一些旧衣物外，还有一本泛黄的日记本。他翻开日记本，只见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一些往事，其中一页竟提到了一个名叫翠花的女子，说是老爹年轻时的心上人，因家境贫寒，两人未能结成连理。翠花后来因病去世，老爹一直对她念念不忘。大山心中恍然大悟，难道这女子的声音是翠花的鬼魂回来找老爹了？想到这里，他不禁打了个寒战。但转念一想，老爹年迈体弱，怎能经得起这等惊吓？大山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找出解决之法。次日一早，大山便去了村东头的老王头家。老王头是村里唯一的半仙，据说能驱邪捉鬼。大山一进门，便急切地说道：老王头，我家最近出了点怪事，您得帮帮我。老王头眯着眼睛，听大山说完事情的来龙去脉，沉吟片刻道：这事儿听起来不简单，不过你先别急，我准备些东西，今晚咱们去你家看看。大山感激涕零，连连点头。当晚，老王头带着他的法宝，一串铜铃和一张黄符，来到了李家。二人躲在暗处，静待那女子声音出现。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正当大山以为今晚又要无功而返时，那女子的声音终于再次响起。只见一道黑影从老爹屋里飘出，直奔院中。大山正要冲出去，却被老王头拉住了。别急，先看看再说。老王头低声说道。只见那黑影在院中徘徊片刻，突然化作一道白光，朝着村外的方向飞去。大山和老王头对视一眼，连忙跟上。二人一路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村外的一座荒废的古庙前。那古庙年久失修，破败不堪，门上挂着2把生锈的大锁。大山正要上前查看，却被老王头拦住了。别急，这里怨气冲天，必有蹊跷。老王头从怀里掏出铜铃，轻轻摇晃起来。随着铃声响起，那庙门竟缓缓打开，一股阴冷之气扑面而来。二人小心翼翼地走进庙内，只见庙中供奉着一尊面目狰狞的神像，神像前摆着一个香炉，香炉里插着几根烧了一半的香。而那女子的声音正是从神像后面的一个黑洞中传出来的。大山和老王头交换了一个眼神，决定一探究竟。他们小心翼翼地绕过神像，只见那黑洞深处竟藏着一具白骨，白骨旁还散落着几件破旧的衣物。其中一件正是老爹日记本里提到的翠花生前穿过的绣花鞋。看来这翠花的魂魄一直未能安息，才会回来寻找你老爹。老王头叹了口气说道。大山闻言，心中五味杂陈。他没想到老爹年轻时的一段情缘，竟会引来这等祸事。正当他不知如何是好时，老王头从怀里掏出那张黄符，贴在了白骨之上。只见那黄符瞬间燃起熊熊大火，将白骨连同衣物一同化为灰烬。与此同时，那女子的声音也彻底消失了。二人走出古庙，已是东方泛白。大山心中虽然松了口气，但想到老爹因这段情缘而招来的祸事，心中不免有些愧疚。他决定回去后好好照顾老爹，让他安享晚年。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次日清晨，当大山推开老爹的房门时，只见老爹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已经没了气息。床头放着那本泛黄的日记本，日记本的最后一页写着老爹的遗言：翠花，我来找你了。大山瞬间明白了一切，原来老爹一直未能放下翠花，得知他的魂魄回来寻找自己，竟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也要与他相见。这份深情厚谊让大山既感动又心痛。村里人得知此事，无不感叹李老根与翠花的深情，同时也为李大山的孝心所感动。大家纷纷出资，为李老根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让他得以安息。而李大山在经历了这一系列变故后，变得更加成熟稳重。他深知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人，好好活着，才不枉来这世间走一遭。至于那段诡异的情缘，也成了村里人口耳相传的一段佳话，让人唏嘘不已。可谁知道李大山心里头那是五味杂陈啊。他既心疼老爹，又感激翠花，还觉得这一切都是命。他整天在家里头转悠，看着老爹用过的物件，心里头就跟刀割似的疼。有时候他还觉得老爹就在屋里头跟他唠嗑呢。这一天，李大山正坐在院子里发呆，突然听到村头有人喊：大山，快来看啊，你家老爹显灵了。李大山一愣，心说这咋回事儿？他连忙起身，跟着那人就往村头跑。到了那一看，只见村头的大柳树下围着一群人，正指指点点地说啥呢。李大山挤进去一看，只见地上画着一个圈，圈里头放着一碗水和一双筷子，那筷子竟自个儿立在水里，纹丝不动。
这是咋回事儿？”李大山问旁边的人：“大山啊，你老爹这是显灵了，要喝水呢。”那人说道。李大山心里头咯噔一下，心说：“老爹呀，你这是真没走呢，还是咋的了？”他上前一步，就要去拿那筷子，可就在这时，那筷子竟自个儿倒了，水也洒了一地。人群里顿时发出一阵惊呼，李大山也愣住了。就在这时，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大山啊，别折腾了，爹走了，你好好活着吧。”李大山一愣，四处张望，却啥也没看见。他心里头明白，这是老爹在跟他说话呢。他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但他没哭出声，只是默默地转身往家里走去。从那以后，李大山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他不再整天阴沉着脸，也不再发呆。他开始收拾屋子、做饭，还时不时地去村里头转转，跟大伙儿聊聊天。村里人都说大山这是想开了，要好好活着了。可谁知道李大山心里头那是有个结呢。他始终忘不了老爹和翠花的事儿，也觉得自个儿没尽到孝心。他总想着，要是能再做点啥，让老爹安心，让翠花也安心，那该多好啊。这一天，李大山坐在院子里抽烟，突然听到一阵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他抬起头，只见一只蝴蝶从眼前飞过，那蝴蝶翅膀上竟有几点红斑，就像血点子似的。李大山心里头一动，心说：这蝴蝶是不是翠花变的？他这是在给我指引啥呢？他站起身来，跟着那只蝴蝶就走。那蝴蝶飞得不快也不远，就在村子周围转悠。李大山跟着他，一直走到了村西头的一片荒地。那荒地是村里头的乱葬岗，埋着不少无主孤魂。李大山站在那儿，看着那只蝴蝶在坟头间飞来飞去，心里头突然明白啥了。他转身回家，拿了把铲子，又回到了那片荒地。他挑了个风水好的地方，开始挖坑。挖了不一会儿，就挖出一个大坑来。他站在坑边，看着那片荒地，心说：老爹呀，翠花呀，你们就安心在这儿住下吧。我给你们立个碑，逢年过节我都来看你们。说干就干，李大山跑到镇子上买了块石碑，又找人刻上了老爹和翠花的名字。他把石碑立在坟前，又烧了些纸钱，磕了几个头，才转身回家。从那以后，李大山真的像变了个人似的。他每天都去那片荒地，给老爹和翠花扫墓、烧纸。村里人都说大山这是魔怔了，可谁知道他心里头那份孝心呢？日子一天天过去，李大山也一天天老去，但他始终没忘老爹和翠花的事儿，也没忘那份孝心。他觉得自己活得挺值的，因为老爹和翠花都在看着他呢，他得好好活着，给他们争光。这一天，李大山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突然听到一阵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他抬起头，只见一只蝴蝶从眼前飞过，那蝴蝶翅膀上竟有几点红斑，就像血点子似的。李大山笑了，心说：老爹呀，翠花呀，你们又来看我了。他站起身来，跟着那只蝴蝶就走。那蝴蝶飞得不快也不远，就在村子周围转悠。李大山跟着他，一直走到了村西头的那片荒地。他站在坟前，看着那块石碑，心里头暖洋洋的。他觉得自己这辈子没白活，因为老爹和翠花都在看着他呢。他轻轻地笑了笑，转身往家里走去。从此以后，村里人就再也没见过李大山了。有人说他去了外地，有人说他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但谁都不知道，其实李大山一直都没离开过村子。他就在那片荒地里陪着老爹和翠花呢。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村里人总能听到一阵低低的哭泣声，
那声音哀怨缠绵，就像是一个女子在诉说着什么。但大家都知道，那是翠花的鬼魂在找老爹呢。可谁也不知道，其实那哭声里头还有李大山的孝心在里头呢。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村里人也渐渐忘了。但每当有人提起李老根和翠花的事儿时，总会有人感慨一句：“这大山呐，真是个大孝子。”故事到这儿也就算讲完了。各位看官啊，您说说这孝心是不是个好东西？它能让人忘了生死，忘了恐惧，忘了痛苦。就像李大山似的，他虽然没了老爹和翠花，但他心里头那份孝心却始终没变。他觉得自己活得挺值的，因为老爹和翠花都在看着他呢。咱们也一样啊，得好好活着，给自个儿，给家人，给祖宗争光。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小姐新婚，丫鬟替小姐出嫁，新郎开心道，真是意外惊喜。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今儿个咱就聊聊发生在江南水乡的一桩离奇事儿。那地方叫柳溪镇，镇上有户姓沈的大户人家，老爷沈万才富甲一方，膝下有一独女，名唤沈碧月。这沈碧月长得那是花容月貌，沉鱼落雁，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可沈老爷眼光高，愣是一个没看上。沈碧月身边有个贴身丫鬟，名叫小翠。这小翠自幼便跟在沈碧月身边，两人情同姐妹。小翠虽出身贫寒，却生得一副清秀模样，性格温婉，心地善良。沈碧月待她极好，从不把她当丫鬟看待，两人共享闺房之乐，共度无数个春花秋月。转眼间，沈碧月到了出阁的年纪，沈老爷相中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富商之子李慕白。这李慕白长得一表人才，文采飞扬，家中更是富可敌国，与沈家门当户对。沈老爷满心欢喜，以为女儿定会满意这门亲事，谁知沈碧月却心生忧虑，眉头紧锁。原来沈碧月早已心有所属，那是一位游历四方的书生，名叫柳一风。两人于一次庙会中邂逅，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可沈老爷嫌贫爱富，怎能容得下一个穷书生做自己的女婿？沈碧月无奈，只得将这份情愫深埋心底，日日以泪洗面。小翠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深知小姐对柳一风的深情，更明白这场包办婚姻对小姐来说意味着什么。于是小翠心中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替小姐出嫁。这日深夜，沈府灯火阑珊，小翠悄悄来到沈碧月的闺房，跪在小姐面前，泪眼婆娑地说：“小姐，小翠有一计，或可救你于水火之中。”沈碧月闻言，惊讶之余，更多的是感动与不舍。她紧紧握住小翠的手，泪如雨下：“小翠，你何苦如此？这将害了你一生啊！”小翠摇了摇头，坚定地说：“小姐，只要能让你幸福，小翠万死不辞。你且安心与柳公子私奔，小翠自会替你应对这场婚事。”沈碧月闻言，心中五味杂陈，最终含泪点头应允。次日，沈府上下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准备迎接李慕白的到来。沈碧月趁夜深人静之时，换上男装，带着简单的行李，与柳一风私奔而去。而小翠则换上了小姐的嫁衣，坐在闺房中，等待着命运的安排。李慕白骑着高头大马，一路吹吹打打，来到了沈府。他初见新娘，只觉眼前一亮，新娘端庄秀丽，气质非凡，心中暗自欢喜，以为这便是沈碧月。待到礼毕，送入洞房，李慕白更是迫不及待，想要一睹新娘真容。红烛高照，李慕白轻轻揭开新娘的盖头，只见眼前人儿肤白如雪，眉眼如画，虽不似沈碧月那般倾城倾国，却也有一番别样的韵味。
李慕白心中虽有疑惑，但见新娘娇羞可人，便也不再多想，只道是沈老爷藏拙，故意不让女儿过早显露真容。他拉起小翠的手，温柔地说：“娘子，能娶到你，真是我李慕白的意外惊喜。从今往后，我定会好好待你，白头偕老。”小翠听着这深情的话语，心中五味杂陈，既感动又愧疚。她知道自己这一举动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沈碧月和柳一风的命运。洞房花烛夜，李慕白对小翠呵护备至，两人虽无深情厚谊，却也相敬如宾。小翠心中暗自祈祷，希望小姐和柳公子能够远走高飞，幸福美满。然而好景不长，沈碧月与柳一风私奔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震动了整个柳溪镇。沈老爷得知真相，气得当场晕厥过去，醒来后立即派人四处搜寻女儿的下落。而李慕白也得知了自己娶的竟是沈家的丫鬟，心中大为震惊，但念及小翠的温柔贤惠，他并未责怪，反而更加疼惜。沈府上下人心惶惶，小翠更是日日提心吊胆，生怕沈老爷找到小姐，牵连到自己。他每日侍奉李慕白左右，小心谨慎，生怕露出破绽。而李慕白也渐渐被小翠的善良与坚韧所打动，两人之间竟也生出了一丝难以言喻的情愫。且说沈碧月与柳一风二人私奔后，一路颠沛流离，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一处隐居之地。那里山清水秀，远离尘嚣，两人便在那里安家落户，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虽然清贫，却也自在逍遥，两人恩爱有加，日子倒也过得甜蜜。但世事无常，沈老爷派人四处搜寻，终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得知了女儿的下落。他立即带着家丁浩浩荡荡地前往隐居之地，是要将女儿带回。那日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仿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风暴。沈碧月与柳一风正在家中做饭，突然听到门外一阵嘈杂，紧接着大门被猛地撞开，沈老爷带着一众家丁闯了进来。沈碧月见状，脸色苍白，他知道这一劫怕是难以逃脱了。柳一风挺身而出，护在沈碧月身前，怒视着沈老爷：“岳父大人，我与碧月真心相爱，求您成全。”沈老爷闻言怒不可遏，挥手便让家丁将柳一风拿下。沈碧月哭喊着上前阻拦，却被沈老爷一把推开，摔倒在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紧接着一队人马闯了进来，为首之人竟是李慕白。原来李慕白得知沈老爷要强行带走沈碧月，心中担忧小翠受到牵连，便立即带着随从前来阻拦。他深知沈老爷的势力，但为了小翠，他愿意豁出一切。沈老爷见状，心中大惊，他没想到李慕白会如此大胆，竟敢公然与他作对。但李慕白却毫不退缩，他直视着沈老爷，义正言辞地说：“岳父大人，碧月与小翠情同姐妹，小翠更是无辜受累。今日我李慕白定要保他们周全。”沈老爷闻言，气得浑身发抖，但碍于李慕白的身份与势力，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双方对峙良久，最终沈老爷无奈妥协，答应不再追究沈碧月与柳一风之事，但也要求李慕白带回沈碧月，让小翠继续留在李府。李慕白闻言，心中暗自松了口气，他知道这已是最好的结果。他转身看向沈碧月与柳一风，眼中满是复杂与不舍。沈碧月也明白，自己虽与柳一风情深意重，但小翠的牺牲与李慕白的恩情，却让他难以抉择。最终，沈碧月含泪告别了柳一风，
跟随李慕白回到了李府，而小翠则继续留在李慕白身边，成为了真正的李夫人。虽然身份错位，但小翠却用自己的善良与智慧，赢得了李慕白的尊重与爱戴。且说这日后，沈碧月虽身在李府，心却始终牵挂着柳一风。而李慕白也渐渐察觉到了沈碧月的心事，他心中虽有不满，却也无可奈何。他知道自己虽能给他物质上的富足，却无法填补他心中的空白。而小翠看着这一切，心中更是五味杂陈。她既感激李慕白的宽容与理解，又愧疚于自己的替嫁之举，让小姐与心爱之人分离。她暗自决定要尽自己所能，帮助小姐与柳一风重逢。于是小翠开始暗中打听柳一风的下落，并悄悄给他送去衣物与银两。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还会偷偷溜出李府，与沈碧月在郊外相见，倾诉彼此的思念与苦楚。时间一长，李慕白也觉出不对劲儿了。他心想，这沈碧月咋整天魂不守舍的？莫非心里还惦记着那个穷书生？可转念一想，自己对他也算不错，要啥给啥，他咋就不知足呢？这天晚上，李慕白多喝了几杯，借着酒劲儿，他推开了沈碧月的房门，想跟她好好聊聊。碧月啊，咱俩成亲也有段日子了，你咋还是整天心事重重的呢？莫非你还在想着那个柳一风？李慕白开门见山，直接问道。沈碧月一听这话，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她抽泣着说：慕白，我对不住你，我心里确实还惦记着柳一风，可咱俩的婚姻也是无奈之举。李慕白叹了口气，打断了他的话：行了，我明白你的心思，可是已至此，咱俩都得往前看。这样吧，我答应你，等时机成熟了，让你和柳一风见上一面，但你得答应我，从此以后你得安心跟我过日子。沈碧月一听这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抬头望着李慕白，眼里满是感激。慕白，你真的愿意成全我们？李慕白点了点头，心里五味杂陈。他既恨沈碧月心里装着别人，又佩服他对爱情的执着。他想，或许这就是缘分吧，有缘无分，强求不来。接下来的日子里，李慕白开始暗中打听柳一风的下落，而小翠呢，也越发卖力地帮衬着。他心想，只要能让小姐和柳公子见上一面，自己就算受点委屈也值了。这天，小翠终于打听到了柳一风的消息。原来他一直在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教书，日子过得清贫却充实。小翠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沈碧月。沈碧月一听，激动得差点没晕过去。李慕白见沈碧月这么高兴，心里也替她高兴。他安排好了一切，决定让沈碧月和柳一风在镇外的一片小树林里见面。见面的那天，沈碧月特意打扮了一番，她穿着自己最喜欢的衣服，梳着最精致的发型，整个人看起来焕然一新。而小翠呢，则悄悄地跟在沈碧月身后，生怕她出啥岔子。柳一风也早早地来到了小树林，他站在一棵大树下，焦急地等待着。当他看到沈碧月从远处走来时，整个人都愣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沈碧月比以前更加美丽动人。两人一见面就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他们诉说着彼此的思念，倾诉着这段时间的遭遇。小翠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心里既感动又难过。她心想，小姐和柳公子终于见面了，可自己呢？以后的路又该咋走呢？就在这时，李慕白出现了。他远远地看着沈碧月和柳一风，心里五味杂陈。他想过要阻止他们见面，可最终还是心软了。他明白，爱情这事儿是勉强不来的。慕白，
你咋来了？沈碧月看到李慕白，惊讶地问道。李慕白笑了笑，说：“我来送你们。碧月，我希望你能幸福。你和柳一峰是真心相爱的，我成全你们。”沈碧月一听这话，眼泪又下来了。她感激地看着李慕白，不知道该说啥好。而柳一峰呢，也赶紧上前道谢：“慕白，谢谢你，你的大恩大德，我们永生难忘。”柳一峰诚恳地说。李慕白摆了摆手，说：“行了，别墨迹了，你们赶紧走吧，走得越远越好，以后别再回来了。”沈碧月和柳一峰对视了一眼，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们转身离去，消失在了小树林的尽头。小翠看着这一切，心里既感慨又欣慰。她心想，小姐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自己也算没白忙活一场。她转身走向李慕白，想跟他说几句话。慕白，你咋不拦着他们呢？小翠试探着问。李慕白苦笑了一下，说：“拦着干啥？强扭的瓜不甜。他们俩是真心相爱的，我成全他们，也是成全我自己。”小翠一听这话，心里暖暖的。她看着李慕白，觉得他真是个好人。她心想，自己以后一定要好好对他，报答他的恩情。从那以后，沈碧月和柳一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们隐居在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远离了尘嚣和纷争。而小翠和李慕白呢，也渐渐地接受了彼此。他们虽然没有爱情，但却有了一种难以言喻的亲情。李慕白对小翠很好，他知道小翠是个善良的好姑娘，值得自己珍惜。而小翠呢，也尽心尽力地扮演着李夫人的角色，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日子一天天过去，李慕白和小翠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他们开始一起逛街，一起做饭，一起聊天。他们发现，原来没有爱情的婚姻也可以过得很幸福。这天晚上，李慕白和小翠坐在院子里乘凉。他们看着天上的星星，心里充满了感慨。小翠啊，你说咱俩这辈子是不是也挺有意思的？李慕白突然开口说道。小翠笑了笑，说：“是啊，慕白，咱俩虽然一开始没感情，可处着处着就觉得谁也离不开谁了。这或许就是缘分吧。”李慕白点了点头，说：“缘分这东西真是奇妙，它让你我相遇，又让你我相知相守。小翠啊，我想跟你说句心里话。”小翠看着李慕白，眼里满是温柔。“慕白，你说吧，我听着呢。”李慕白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地说道：“小翠啊，我想说的是，我爱你，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种平平淡淡的亲情。我愿意和你一起走完这辈子。”小翠一听这话，眼泪就下来了。她紧紧地抱住李慕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她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从那以后，李慕白和小翠更加恩爱了。他们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一起走过了人生的坎坷。他们的故事也在柳溪镇传为佳话，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美谈。而沈碧月和柳一峰呢，他们也在自己的世界里过着幸福的生活。他们偶尔还会想起李慕白和小翠，想起那段离奇的替嫁奇缘。他们知道，是这段经历让他们更加珍惜彼此，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它告诉我们，爱情和婚姻都不是强求来的。有时候，缘分会让我们遇到对的人，有时候，缘分又会让我们遇到错的人。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珍惜眼前人，珍惜眼前的幸福。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拥有一个温馨的家，一个疼爱自己的人更重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订阅加分享。小鹿祝您好运连连，我们下个视频再见。